些人不会大声伤害你，他们只是一点一点拿走你的界限。今晚，小女孩要学会的不是勇敢，而是温柔的说不。有一位小女孩，身上披着红色的斗篷，穿梭在这片森林，而这片森林散发出快木的香气。小女孩没有急着要去哪里，她只是慢慢的走着走着。她一直都是这样的孩子，很少说不要，因为她知道当别人开口请求的时候，如果自己拒绝，对方可能会失望，所以他总是把自己的感受放在最后，把最甜的饼干留给别人，把自己的疲惫藏在笑容后面。他从小被教导要乖，要体贴，善良的人不能拒绝，于是他学会了在人开口以前，就先把自己的声音收回去。他继续前进，走着走着，他感觉到身后的月光好像被什么东西遮住了。哦，可爱的孩子，有一个声音很轻很轻，你的斗篷上有着落日的余晖呢。小女孩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红斗篷，她没有说话。影子先生绕在她的面前，他的形状一直变，像是水里的倒影，像是风中的烛火。他的声音更进一步地说，森林里的风这么冷，让我的影子藏进你斗篷里好吗？就一下下。好孩子是不会说不的。他的手伸向红斗篷的边缘，指尖几乎碰到那圈暖绒毛。小女孩感觉到了什么？是一种说不上来的紧绷，像是有人在你耳边轻轻吹气，你不知道该不该躲开，因为那个动作看起来那么小，那么无害。影子先生又靠近了一点，说，你走了这么远的路，一个人一定很孤单吧？我只是想陪你走一段路，也不行吗？我只是想帮你。这句我只是想帮你，像一层温柔的雾慢慢覆盖过来。它没有尖锐刀锋的声音，但是它让人更难拒绝。小女孩站在原地，心里浮现了一个小小的声音，是不是我太敏感了呢？她只是想陪我走一段路，她只是想帮我，是不是我把她的好意想得太糟了呢？她低下头思考，突然发现有时候最困难的不是面对伤害，而是面对一个看起来没有恶意的人。当别人用关心靠近你，用为你好拉住你，你是否开始怀疑自己的感觉？明明是你感觉不舒服，却开始责怪自己，是不是我不够善良？是不是我太冷漠了？影子先生接着又开口，我以为你会愿意的，没关系，可能只是我太想帮助你了。这句话就像一颗小石子落进他心里最深的井，他感觉到了什么？斗篷变重了一点，呼吸慢了一拍。可是那重量不只是落在肩膀上，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，轻轻压住他的声音，让他想说的不停在喉咙里。
他心里还在想说不要拒绝他，可他的身体已经知道我不舒服。原来身体从来没有欺骗过他，真正被忽略的一直都是那个小小的自己。有些温柔会让人忘记自己正在消失。女孩停下了脚步，她闭上眼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她睁开眼，眼里闪烁着什么？不是愤怒，不是害怕，是一种安静的确定。温柔不是把光分给别人，是先让自己的灯不会被风吹熄。她想到了，原来她害怕的从来就不是影子先生，她害怕的是，当她保护自己的时候，别人会不喜欢她。她终于明白，一个真正爱她的人，不会因为她有界限就离开她。她一直以为被爱的代价是永远让别人舒服，直到今晚，她才知道，真正的爱不会要求她消失。接着，小女孩对影子先生说：“谢谢你的赞美，但这是我的斗篷，我的温度只留在我允许的地方，请你退后3步，留在你的月光下。”影子先生没有消失，他只是停在了那里。他的轮廓在月光里慢慢的变淡，像退潮的沙滩上，一道水痕静静的干掉。他没有生气，也没有受伤，他只是失去了一个可以靠近的理由。小女孩继续往前走，森林没有变得更安全，也没有变得更危险，森林只是让她终于听见了自己。她推开了小屋的门，外婆坐在摇椅上，听着小女孩讲述今天的故事。而外婆听完，没有问她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帮影子先生呢？”而是问小女孩：“孩子，那这一次你学到了什么呢？”小女孩回说：“我以前以为善良就是让所有人靠近，但我今天知道了，善良也包括保护自己。”外婆听完后，替她盖上了毯子，对她说：“亲爱的孩子，你的心是一盏灯，不是每个路过的人都有权利拿走你的光。今晚，如果你也一直害怕拒绝别人，如果你总是在照顾所有人的感受，却忘记自己的疲惫，请记得，你的界限不代表你冷漠，你的拒绝不代表你不善良，你也值得被温柔保护。现在，让你的肩膀放松，让今天所有不属于你的重量慢慢离开。界限从来不是拒绝别人，而是温柔地保护自己。今天的故事分享就到这边喽。如果你喜欢我的故事，欢迎按下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晚安，我们下次见。